欢迎收看6小时的财经快讯。第一条是，近期金融市场的动荡抛售尚未显著影响全球融资环境，但波动性风险仍然存在，借款人尚未脱离困境。股市和公司债券市场已收回了部分此前因美国经济衰退担忧和日元套利交易回撤引发的损失，然而，它们仍明显弱于1个月前。标准普尔500指数仍比7月份的高点低 5%， 此前曾暴跌近 10%。 欧洲股市也遭受了类似的打击。接下来，富士康第二季度净利润增长 6%， 受 AI 服务器需求强劲推动，预计科技热潮将带来强劲增长势头。下面这条，中国首次银行贷款收缩引发担忧，担心中国经济可能像几十年前的日本一样步入资产负债表衰退。接下来这条，瑞银集团第二季度利润高于预期，得益于客户强劲资金流入和投行收入，助力 CEO 阿尔默蒂为股东返还资本的计划。接下来，英国通胀率首次高于央行 2% 的目标，7月份同比涨幅为 2.2%， 自去年12月份以来首次上涨。剔除食品和能源成本的核心通胀率从6月份的 3.5% 降至 3.3%。 下一条，美联储加息放缓预期下，投资者押注于通胀数据继续下降，支撑美债进一步上涨。市场分歧加息幅度是25或50个基点，但押注2024年剩余时间里将降息约1个百分点。接下来这条， Flutter Entertainment plc 第二季度销售额和利润超预期，股价在盘后交易中飙升 11%。 在美国的强劲增长推动下， Flutter 上调了全年营收和收益指引。尽管公司总部已迁至纽约，但公司首席执行官表示无意将公司更名为 FanDuel 或让其进行 IPO。 下面这条，美国司法部考虑拆分谷歌母公司 Alphabet， 以解决其垄断在线搜索市场的行为。可能的拆分方案包括剥离 Android 操作系统、Chrome 浏览器或 AdWords 广告平台。接下来这条，博彩公司 Flutter Entertainment 正与英国公司 Playtech 洽谈收购意大利最大的博彩公司之一 Snatic， 交易价值可能高达20亿英镑 25.7 亿美元。下面这条，华尔街普遍预期利率将下调，投资者和美联储相信目前的货币政策过于严格。7月失业率上升和萨姆规则衰退指标引发了利率下调预期，目前市场预期9月份将下调36个基点。接下来，欧元区企业在第二季度放缓招聘，经济疲软迹象加剧。虽然第二季度产出增长 0.3%， 但就业增长从前3月的 0.3% 放缓至 0.2%。 经济低迷和市场抛售促使交易员押注欧洲央行加快货币宽松步伐。让我们关注美国股指期货周三小幅波动，华尔街正在等待消费者价格指数的关键信号，该指数将帮助塑造短期利率政策。下一条，金价触及历史新低，因投资者预计关键通胀数据可能促使美联储在下次会议中降息。美联储的降息预期通常被视为对无锡黄金的利好。接下来这条，美国7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符合预期上涨 0.2%， 年涨幅略微放缓至 2.9%。 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和能源成本后的核心 CPI 与前月持平，年涨幅为 3.2%。此次数据可能支持美联储在9月份降息。最后一条是，周三美国股市小幅上涨，标准普尔500指数和纳斯达克综合指数涨约 0.3%， 道琼斯工业平均指数徘徊平线附近。7月消费者价格指数显示价格涨幅基本稳定，总体通胀率首次跌破 3%， 核心价格同比上涨 3.2%， 符合华尔街预测。周二华尔街因积极通胀数据上涨，生产者价格指数7月同比上涨 2.2%。 综合来看，通胀信号或使美联储更接近降息，9月会议可能降息。交易员对降息看法一致，但对幅度有分歧，一半以上押注降息50个基点，其余押注25个基点。以上是过去6小时的财经快讯，我们6小时后见。